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知道矿工的收益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，一是挖矿的产量，二是币价。最近呢，币价是经历了大跌和大涨，所以矿工的收益波动也很大。但有没有一种方法来保证矿工的收益保持一种稳定的高收益状态，即使币价跌了，收益也不减，这样就可以放心加卡，拼命玩硬件？方法是有的，这期视频就由我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是矿工或者打算入坑挖矿，希望不要走开，看完视频，视频只做参考，不做投资建议。欢迎回来。矿工的收益呢，受产量和币价的双重影响。产量主要受全网算力大小、自己的机器的算力和市场交易量变化，从而造成 gas 费的变化。但我们除了能增加自己机器的算力以外，似乎也做不了什么了。但由于这几个数据一般变化都不大，所以产量也相对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吧。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避免币价对矿工收益造成影响。因为币价这个东西波动实在是比较大，价格高了还好，价格也低，自己看都没有劲。好，重点来了，那怎么避免币价波动，从而影响矿工的收益呢？我们先来讲一个例子。假如一个大豆种植基地半年会生产出来，种植出1万吨大豆，按当前1万块一吨大豆，到时候可以卖掉1个亿，去掉成本8000万块，净盈利2000万元。不错，这生意可以干，账算的也不赖。但如果半年之后大豆价格从1万元一吨降到了8000元一吨，那就不赚钱了，白费功夫，市场风险也很大，敢不敢干还得再考虑，还要考虑半年后大豆是个什么价。于是大豆生产基地找了一家大豆油生产企业，大豆油又怕半年后大豆涨价，于是他们签了一个合同，半年后大豆油生产企业要从大豆种植基地按照1万块一吨价格购买大豆，这样呢，他们就可以放心种大豆和酿油了。如果豆价上涨，种植基地也不会赚更多，跌了呢也不会少赚。当然，接手大豆的有可能是大豆油生产企业，当然也可以是期货交易所。交易所把1万吨的合同拆成1吨1吨的合同，再卖给散户。散户之间根据市场预判不同进行交易，感觉可以涨的人呢先买进再卖出，这种形式叫做看涨做多交易。感觉可能要跌的人呢，就是先卖出后买进，然后这种形式呢叫做看空或做空交易。实际上大豆还没有种出来，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内要进行交割，就形成了现在的期货市场。好，话题我们回来，其实我们矿工呢就好比大豆的种植基地，只不过不是种的大豆，是挖出来的是比特币。现在行情还算不错，但是怕挖出来以后卖不上价格，我们可以从数字货币交易所借出比特币，然后以当前的价格卖掉，等挖出来比特币以后，然后再还给交易所，这样就可以实现保收的目的。如果币价跌了，我们其实已经将币以高价已经卖出，我们的收益其实也并没有降。如果币价涨了，也得不到由于币价上涨带来的更高的收益。通过这样操作呢，实现矿工稳定收益。至于要借多少个币提前进行卖掉，这个主要看个人怎么想的。比如说一个矿工根据当前币价计算，感觉挖矿收益不错，于是投资矿机总共花了10万块，那他可以先从交易所借出10万块钱的比特币先卖掉，等挖出来后再慢慢还。再比如说矿工根据自己的算力，假设矿池可能10天打一次币，并且假设每次会打1个吧，那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找一个自己认为可以的币价，借出3个左右，这是假设的，然后卖掉之后呢，大概要1个月的产量来还。那在这1个月内，如果有更好的币价呢，可以再借一点一点的借，只要币价突破新高就可以借，然后卖掉，慢慢提高自己的出货的价格。现在的交易所金融衍生品很丰富，借币卖币做空交易功能基本每个交易所都有，但做空时不能爆仓，我们可以以低倍率做空，
老韭菜可能都会操作，但如果视频达到10个赞，我会专门录一期视频，做一个关于新手矿工如何做空数字货币、稳定收益的一个实操课程。新频道要求不高，如果喜欢请点赞并订阅，谢谢。